每周二中午12点，会员尊享超前彩蛋；每周四中午12点，会员尊享会员 Plus 版。哇！太空飞船，哇，好帅！哇，这个景也太壮观了吧！过来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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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噔噔噔噔噔噔，丢儿丢丢儿，哒哒哒哒哒哒。你也爱玩坦克大战啊？那这小时候都玩。我也玩。这是跳舞毯是不是？哪里亮点哪里。这是什么操作台是吗？为什么它只有 on 没有 off？ 上下都是 on。上面是 on， 下面是 no， 是哪有 on 啊？没有，你把它转一圈，转一圈它就是 on。Put your hands up, put your hands up。都想动一下。对，我选一个3号位吧。哦，要选位置是吧？那我就这儿吧。你是几？我7。我选一个。哎。哎，陈哥，你说，又是我不幸运的5，我想做7。来吧。让我们看看游戏规则是什么呢？富含 DHA、高钙、高蛋白、有请好吃又健康的竞仔深海体育为各位玩家介绍游戏规则。星际之战，游戏规则。近日，一颗无生命体的新星球在 M 星系被发现。M 星系的9大文明种族都想对其进行管辖和开发。按照星际联盟条约规定，9大文明需各派1名代表来到联盟议会，通过一场模拟战斗来争夺新星球的归属权。我们怎么这么爱争东西？怎么每次都争东西？本场游戏，玩家作为各个文明的代表，要在12×12的方格地图上抢占地盘。玩家需利用行动点占领更多的格子，并利用地雷破坏其他玩家的占领行动。最终，占领格子数最多的玩家获胜。初始每位玩家拥有100金币，可用于竞拍控制权100金币，这道具得多贵啊！每轮，每位玩家会获得4个行动点和1个普通地雷。行动点决定可占领的格子数，格子中可埋入地雷，踩到会发生爆炸，对已占领格造成破坏。游戏共4轮，每轮分为自由阶段、控制阶段、埋雷阶段、占领阶段、购买阶段。自由阶段，玩家可自由交流、分享信息，并制定策略。请注意，行动点、金币和道具都不能进行交易。控制阶段，玩家用金币竞拍当轮的控制权，价高者得。获得控制权的玩家将在当轮的埋雷阶段、占领阶段和购买阶段决定所有玩家的行动顺序。若出价最高的玩家无力支付等额的金币，就重新开始竞拍，该玩家将失去整场游戏的控制权竞拍资格。埋雷阶段，拥有当轮控制权的玩家可任意决定所有玩家的埋雷顺序。玩家依次进入行动式埋雷，当轮获得的普通地雷必须埋入，特殊地雷不限，只能在未占领的格子中埋雷。同一个格子可埋入多个地雷，埋雷位置不公开。
随后，玩家可自由交流，再进入占领阶段。占领阶段，拥有当轮控制权的玩家可任意决定所有玩家的占领顺序。玩家依次在大厅的方格地图上公开进行占领行动。玩家可从任意被占领的格子上开始占领，每占领一格，消耗1个行动点。已被占领的格子不能重复占领。当轮占领路径必须连贯，且不能回头。每占领一格将进行判定，若格子中没有地雷，则占领成功，格子归该玩家所有。随后玩家可继续进行占领，或主动结束占领行动。若格子中有地雷，则地雷爆炸。本轮该玩家已占领的格子全部回归无主状态，玩家被迫结束占领行动。无论主动与被动，占领行动结束时，未用完的行动点都会累积到下一轮。位于同一格子的地雷被踩中会同时爆炸，并执行相应效果。爆炸后的地雷将被移除。每个雷的拥有者会秘密获得10金币。购买阶段，拥有当轮控制权的玩家可任意决定所有玩家的购买顺序。玩家依次进入商店购买道具，每种道具数量有限。进店的玩家可查看所有道具的当前余量，每轮最多只能购买1个道具。注意，第4轮占领阶段后没有购买阶段，直接进入最终结算。首先结算每位玩家占领的格子数，再结算每位玩家占领格的最大连接数。格子上下左右相邻视为连接，斜角相邻不视为连接。最大连接数第1的玩家占领格额外加3，第2的玩家占领格额外加1。最终根据玩家占领的格子数进行排名，若格子数相同，则比较剩余金币，金币更多的玩家排名靠前。玩家按照排名先后分别获得9到1个基魔方积分。那如果我占领过的地方，我自己再走，经过它能走吗？不行，不能回头。那是个死点了，就是死点了。就是如果我走了3步，第4步炸到雷了，我算没用行动点呢，还是用了4个行动点呢？用了4个行动点。我相当于4个全部都会炸掉。炸了1个白走，那也太惨了吧！这是最惨的一种情况。所以说他那个十字是怎么走出来的呢？我想知道。它有可能是这样嘛？比如说他自己这儿他踩过一脚之类的，然后他原来这边有，结果被炸了几个，不就剩了这儿吗？他这儿都被炸走了。你说这份你自己搞明白了没？感觉大概吧，就是反正大概就这意思吧。未用完的行动点都会根据玩家占领的格子数进行排名。就全部留到最后一轮走。但你不一定能走啊，你留30步，最后一轮都连不上，你走不过去，或之类的。就假设就16步，44、16，你很难连，因为最后一轮都被占了。我也想过这个方式，但我觉得最后很容易被憋那儿。这个游戏考验的肯定是判断力啊，然后互相沟通的这种能力。谈判挺多的，比如说地雷埋什么地方，我觉得都是一些可以聊的东西，这些信息看能不能交换。一看到金币和道具无法交易，我就觉得更多就需要去沟通、交流和选择信任的队友。肯定是一边玩一边感受。对于我来说，我第一反应没有想到去给别人安雷。我心里想的玩法其实有2种，一种的话是更加偏向于孤狼一点的，一种的话是偏向于去合作。那合作的话就要去拿核心资源。你会想要拿控制权吗？第一轮买道具的那个比较重要，是不是？第一轮和最后一轮，对，相对来说，我觉得如果要抢控制权，我们可以合计一下，我们最后再抢。
我觉得控制权还蛮重要的，它比较重要的轮次的话，我觉得还是体现在1、4、2轮。第一轮决定了购买的顺序，我想的是最好能在早一点的顺位去买东西，在后面的时候就跟其他玩家合作或者谈判的时候有筹码。你有想跟多少个人一起玩吗？我觉得3个最多了。3个的话钱会少一点，就是可以浅度合作，但是核心策略的话，我觉得2个人就够了。今天我们来到了第2赛段，大家继续加油，好不好？好。又会是个什么世界呢？哇 Live long and prosper。耶！欢迎来到星际之战。空间站吗？这是。开始控制飞船。4轮，有36个雷，战地谈判，我们就把他们的路全部断了。对，有必要吗，哥哥？还是有必要。埋哪儿了，哥？埋你心里了。啥呀？我们要把净化雷垄断。你没法交换金币，没法给道具，道具多贵，100金币根本不够。控制权很重要，有谁愿意去排这个控制权？我可以成为那个人啊！好，来买15、20金币、25、26、29，大家都这么想要吗？70。5号120。没必要吧？我很需要你的信息。不行，我必须是埋雷的最后一个。炸弹要放一起吗？哇，天才！他一个道具没买，他买了，真的买了吗？好聪明！他想要的东西太多了，大兄哥，你要炸我呢是吧？雷没那么多了，你信我。Sorry, bro。这里面的人都太可怕了。